你在前面作死，我在后院拆台。立陶宛总理下台跑路，新总理辛克维丘斯刚上任就想跟中国华贵道歉，不仅急着求复交，甚至暂停了跟台湾的协议，这简直是把卖友求荣演到了极致啊！影片开始之前，想给打算出行的朋友安利一个神器。那以前出国最烦的就是换实体的 SIM 卡，卡片又小又容易丢。我最近发现一个特别省心的 app， 叫 Sally， 它是个全球通用的 eSIM 服务，你根本就不用拔卡，直接在 app 里选好目的地，点几下流量就有了。而且它提供的网络非常安全，即便在机场连公用 WiFi 也不用担心信息泄露风险。它最牛的是覆盖了全球200多个地区。那像我之前出去玩，下飞机不用到处找 WiFi， 直接就能打车看地图，完全没有断网的尴尬。对于怕麻烦人来说，Sally简直就是出游标配啊！省下的时间多去吃顿好吃的更香。现在大家可以领取 Sally 上网方案的独家85折优惠，大家可以直接下载 Sally 应用程序，或者前往 sally.com/XLAN， 并在结账时使用优惠码 XLAN。我也把专属链接和优惠码放在了视频下方的描述栏第一行和置顶评论区了，大家可以先存一下，下次出差旅游肯定能救急。好了，咱们继续说正题。6月23号，立陶宛的总理卢吉年那大妹子正式宣布，老娘不干了，辞职。好家伙，这消息出来啊，整个立陶宛政坛直接乱成了一锅粥，又要重新组建新内阁。可能有人要问啊，这大妹子不是去年8月份才走马上任，在总理这把交椅上屁股还没坐热呢，怎么就提桶跑路呢？其实吧，这个事呢，你真不能全怪他呀，他接手的哪里是个国家呀，这简直就是一个四面漏风、千疮百孔的烂尾楼。而导致这座大楼塌方的导火索，就是2021年立陶宛前几任那帮脑子里进了波罗的海海水的政客，非要在台湾问题上作死呀，非要搞那个什么破牌子。这一作死不要紧啊，直接把立陶宛的经济大动脉当着全世界的面自己拿刀咔嚓给剪断了。你不得不佩服他们的手腕啊，狠起来连自己都搞啊。所以呢，大家看明白了吧？卢吉年内能不能坐稳这把交椅，全看他能不能把这半死不活的经济给抢救回来。他心里其实门清啊，想活命必须给中国华贵求和好，这方向没毛病对吧？但是你猜怎么着？这大妹子求和好的方式差点没把我的大牙给笑掉。去年9月份她刚上台的时候，对着媒体放狠话，我要向中国施加压力，希望中国能赶紧回应我们恢复关系的提议。哎呦喂，大家听听啊，这叫什么虎狼之词啊？这大妹子的脑回路真不是一般人啊！你以为你在谈恋爱呢？你凶巴巴的撒个娇，中国就得屁颠儿屁颠儿的跑过去哄你。你算老几呀？一个小克拉米，是觉得自己比美国航母还抗揍，还是比华尔街那帮老狐狸还聪明啊？你连美国都不敢明着挂的破牌子，你敢挂？现在惹了一身骚，还指望中国去给你台阶下？做你的吹牛大梦去吧！他就这么死要面子，活受罪的拖着，结果呢？等了小半年眼巴巴的看着加拿大、芬兰、英国这些西方大佬们一个个跟那个超市抢鸡蛋似的，排着队跑去中国访问做生意。立陶宛这下真慌了呀！到了今年的2月份这大妹子终于绷不住了，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她自己承认了，我觉得立陶宛确实是一头撞在了火车头上，结果吃了大亏。哎呦喂，你还知道那是火车头啊？你一个骑着破三轮车的，非要逆行去撞复兴号的高铁，撞得满地找牙啦！你怪火车头太硬。但这大妹子呢，她依然沉浸在自己的幻想里她就觉得只要我主动对中国抛个媚眼儿，中国就应该感激涕零的释放善意，然后呢，我们再找个台阶把那块破牌子给摘了。醒醒吧你，正确的流程难道不应该是你先毕恭毕敬的把那块破牌子给我砸了，然后施展各种诚意道歉，等中国心情好了，看你表现再决定要不要赏你一口饭吃吗？你真以为中国的主权和底线是能在菜市场跟你讨价还价的猪肉啊？就这么硬生生的又拖了几个月立陶宛的经济彻底崩盘了。给大伙儿报几个惨不忍睹的数据那到了5月份，立陶宛一家有着26年历史的老牌半导体公司直接宣布停产，大规模裁员。
为啥呀？因为东西卖不出去了。以前一年能赚700万欧元，现在暴跌到了32万，这不叫业绩下滑哦，这叫高位截瘫。还有什么农产品呀、乳制品、激光仪器，甚至连你们引以为傲的朗姆酒、啤酒、巧克力、牛肉全砸手里了。没了中国这口超级大锅，你那点葱花香菜想卖给谁啊？卖给欧盟？得了吧！欧盟那些跟你抢饭碗的国家，现在正躲在被窝里捂着嘴偷笑呢。这一下终于把自己作死了，中国市场归我们啦！没有了出口就没有外汇，没有外汇，政府就穷得叮当响，国家债务那是蹭蹭蹭的往上涨，老百姓的福利直接被腰斩。最离谱的是啥？你们知道吗？在这个人口只有200多万的弹丸之地啊，居然有17万人生活在绝对贫困里。政府为了搞钱，连脸都不要了，直接开始大力发展特殊经济。这事儿啊，连德国人都看不下去了。明镜周刊直接贴脸开大，阴阳怪气的嘲讽：立陶宛现在哪里还是个主权国家呀？这就是一家公开挂牌的特殊公司。网友们一听都乐了，纷纷发问啊：台湾省的娃娃们不是喜欢认爹吗？赶紧去帮帮忙啊！更要命的是啊，你以为这就是谷底了？错，地下室还有18层呢。德国至少有12家大企业为了规避被制裁的风险，还吓得连夜提桶跑路，取消了所有跟立陶宛供应商的合同，撤出投资。立陶宛天天以为美国有长臂管辖，天下无敌，你是不是忘了咱们中国手里面也有打狗棒啊？惹了中国，你在这个地球村的供应链里就是个绝缘体。眼看这日子是真的过不下去了，企业倒闭，外资跑路，老百姓上街骂娘，有58%的人对这个大妹子总理恨的是牙痒痒啊！商界大佬们更是天天拍桌子，你到底能不能把跟中国的关系修好啊？不能修好就赶紧滚！走投无路的卢吉年内政府，这下真的听到了垮台的倒计时呀！那到了6月3号，立陶宛人又整了个让人笑掉大牙的操作啊！他们交通部的负责人在阿塞拜疆开会的时候，舔着个大脸说：哎呀，我们立陶宛正在寻求加入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希望能向中亚和中国运输货物呢。哎呦喂，你们是不是忘了当初是谁把中欧班列的大门给砰的一声关上的？本来咱们中欧班列顺顺当当的经过立陶宛，还有17+1合作机制带你们一起发大财，结果呢，你非要做呀，硬生生把自己的运输大动脉给割了。现在好了，饿得两眼发黑了，又舍近求远的想通过中亚凑过来要饭吃。你以为这是过家家呢？昨天的你对我爱答不理，今天的我你高攀不起。没有贸易，没有投资，没有物流，连合资企业都跑光了，就靠着几家夜总会，立陶宛这班草台班子还能撑几天啊？答案是一天都撑不下去。议会里直接造反了，逼着卢吉尼内下台。表面上的理由是执政联盟里有个党派发表了某些言论退出去了，其实地球人都知道啊，这就是找个借口换人背锅呀。紧接着6月16号，社会民主党那个41岁的辛克维丘斯跳出来了，宣布各位，这烂摊子我接了，我来当总理。至于那个大妹子卢吉尼内，大势已去，也不挣扎了，乖乖退下来当个部长，混口饭吃得了。这个辛克维丘斯一上来，那可是比谁都急着想跟中国和好啊。6月17号，他当上总理的第2天，立陶宛议会就迫不及待了对着媒体喊话：我们同意中国在首都维尔纽斯设立临时代办处了，看看这可是我们立陶宛做出的重大让步哦。6月18号，外交部火急火燎的给中国递交正式建议，求着恢复代办级外交关系。6月19号，总统瑙塞达直接给外交部长下达最后通牒，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必须把对华关系搞定，搞不定你就给我卷铺盖走人。大家听听这语气啊，这哪里是主权国家在处理外交啊，这简直就是一家濒临破产的皮包公司在求债主高抬贵手。最不要脸的是那块破牌子你还没砸呢。目前中国在立陶宛连个外交官都没有，你居然好意思说设立代办处是你立陶宛的让步？为了给中国表忠心，立陶宛这回直接把台湾当局当成了工具人，一脚给踢飞了。
6月22号，立陶宛外交部证实，已经跟那个所谓的台湾代表处商量好了，暂停双方的经济合作协议谈判。要知道，今年4月份，这帮政客还在那儿画大饼啊，说5月底就要结束谈判，6月初就要签字呢。现在呢，协调一致暂停，这词儿用的多考究啊！翻译成我们大白话就是：对不住了，小湾，你给的钱我们已经花光了，现在惹了大麻烦，老子不陪你玩了。那说到钱啊，台湾当局这5年到底往立陶宛砸多少黑钱啊？这绝对是个灵异事件啊！一开始吹牛说是砸了12亿美元，后来呢又变成了8亿、4亿，甚至1亿。那不管到底是几个亿啊，这笔卖国求荣的好处费啊，肯定是落进了立陶宛那帮贪官政客的腰包里了。这帮人啊，嘴上天天高喊着什么自由民主价值观，实际上心里面全是算计，全是生意。咱们看看现状，为了几个政客的腰包，对华政策激进，立陶宛正遭遇对华贸易归零，外资加速撤离，港口基建停滞，每年痛失15亿物流红利，以及财政债务激增的全方位地缘反噬，失业率暴增，福利缩减，企业倒闭，年轻人全跑去西欧打工。一个县城级别的小破国，你拿什么在这硬撑啊？你想让港口起死回生？你想让铁路重新跑满火车？如果没有中国点头啊，你所有的计划全都是在纸上画大饼。那就在昨天，针对立陶宛这一系列上蹿下跳的滑稽表演啊，咱们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郭家坤给出了回应。发言人的原话说，希望立方尽早采取行动，果断纠正错误，回到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的正确轨道上来，为中立关系正常化创造条件。大白话就是啊，少给我整这些虚头巴脑的文字游戏，赶紧麻溜的把牌子给我砸了。想让我原谅你，先给我拿出点实际行动来，条件你得自己去创造，懂吗？如果立陶宛连这句大白话都听不懂啊，那他们真的可以去集体修仙了。现在的情况是啊，新总理辛可维丘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总统瑙塞达急得直挠头。但是不好意思啊，咱们中国一点都不急。中国抛弃一个立陶宛，对咱们哪怕有一丁点的影响吗？连咱们随便一个省份的9牛1毛都算不上。但是立陶宛要是失去了中国，那就是丢了半条命啊！中国现在收拾立陶宛，就是在杀鸡儆猴，抓个典型给全世界看啊！立陶宛用自己国家破产的代价，给大家生动的表演了一把，徒手触摸中国主权这条高压线，最后被电倒外交理论是个什么下场？认不清天下大势，看不懂历史潮流，立陶宛如今被中国按在墙角罚站，被全世界看笑话，这不是罪有应得，大快人心吗？不过说实话啊，看着他们现在这副跪在地上疯狂找补的模样，我倒是有一点点失落。毕竟我还是更喜欢他们几年前那种方脑壳不知道天高地厚桀骜不驯的样子。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啦，我是小兰，咱们下期再见。